蓝忘机不卑不亢道：“那请叔父准我只身前往平阳姚氏，忘机想去查实一些事情。”平阳姚氏的宗主便是之前与望县两人发生过摩擦的那位，他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只有一座藏书楼富有盛名，是仅次于蓝氏藏书阁的存在。当初建这楼时，大家都在争议着这会不会超过蓝氏，但事实说明蓝家温厚的底蕴不是这么容易就被超越的。里面的藏书什么都有，种类繁多却不精，毕竟姚宗主不是什么爱书之人，他只是拿书楼当撑场面的物事罢了。蓝忘机记得当初他和魏无羡游历到姚家时，曾参观了书楼，在里头有本册子，这也是蓝忘机现在的目标。姚氏一听到蓝氏的韩光君要来书楼，忙派出马车来接，马夫斜着眼看后面端坐着的小白团子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临走前，蓝氏宗主细细叮嘱过，千万不要让除了姚宗主以外的人看见这个孩子。马夫看见那个冷着脸的白衣小公子惊呆了，实在是不能想象这两人居然是兄弟关系。但这马夫也知道有些事不能乱说，只能兢兢业业地把蓝小公子送到姚氏。蓝忘机在闭目养神，小脑袋一点一点的，身子随着马车的颠簸晃来晃去，却奇迹般的没躺倒。小孩身躯嗜睡，去姚氏的路途遥远，蓝小站只好边打坐边小憩片刻，仔细听还有特别微弱的鼾声。过了半日，马车慢悠悠地停在了姚氏本宗的门口，姚宗主亲自出来迎接这大有来头不能得罪的韩光君，他的一张肥脸笑得特别谄媚。蓝小站用完膳后，便一头扎进书楼去寻那本册子了。而姚宗主心生一计，决定报复一下夷陵老祖。原来先前在夷陵见到与魏无羡同行的，居然是缩了水的韩光君。姚宗主眯了眯眼，心道我不能动韩光君，难道还不能动你个叛出家族的魏无羡？他立马叫手下御写了一封请柬，韩光君在我这，如若不想他出什么意外，便请只身前来。随后他便派人设下重重陷阱，就等那夷陵老祖被制服，这样便能去邀功，姚氏定会被仙门百家赏识，真是前途无量啊！眼馋魏无羡这块肥肉的姚宗主心里疯狂地打着小算盘，而蓝忘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。魏无羡收到这封来历不明的请柬后，眉头紧锁，看完内容后更是一声冷笑，拿出里面那片带着血迹的蓝氏校服一角，狠声道：“行，不就是套吗？我来了。”那片布料被紧紧地拽在手里，魏无羡冷着脸，一言不发地下了山。夷陵离平阳并不远，魏无羡便步行前往。蓝忘机离开的这一日，魏无羡将搁浅了许久的发明拿出来研究，这不刚刚成功，是一双由怨气化成的双刀，随时可化形，也随时可散，能杀人于无形中。魏无羡丝毫不在意这是不是陷阱，如果们真的敢动，蓝湛就用命来偿。当一袭黑衣的老祖站在那金碧辉煌的门口时，蓝忘机在书楼里也成功找到那本册子，他抚着粗糙的封面如获至宝，忙一页一页翻着细细品读起来。夷陵老祖注视着姚氏众人，那双危险而美丽的血瞳微微眯起，薄唇轻启吐出三个字：“蓝湛呢？”姚宗主出声道：“韩光君自然在我这，有本事先过了我这一关。”姚氏门生迅速布起阵来，剑刃散发着耀眼的光，来势汹汹。魏无羡漫不经心地举起陈情，一股强大的怨气铺天盖地而来，门生的阵被破了个彻底。而等众人反应过来后，魏无羡早已拿着怨刃指着这摔倒在地的姚宗主，他蹲下身来，用刀刃拍了拍姚宗主扭曲的脸，沉声道：“你把我家小公子藏哪去了？”姚宗主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愿这么被抚了面子，骂道：“你这无耻之徒！韩光君变小后可真是不堪一击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他在哪我可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你的。魏无羡，你这个邪魔外道，早日会害死身边所有人。你敢动我的人！”魏无羡怒道：“不要命了是不是？”周遭的怨气开始暴涨，刀刃也愈发锋利起来。他缓缓割破了那人脸上的皮肤，魏无羡听着那声哀嚎哭叫，眼底闪过几分快意，怨气则悄悄缠上姚宗主的脖子，越勒越紧。别弄死了！魏无羡逗弄着伏在他肩上的怨气，我还要问清楚蓝湛的下落。等蓝忘机收拾好下来后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狼藉，各种各样的血渍触目惊心。大堂的正中央挂着满身血迹的姚宗主，而魏无羡正一刀一刀地刮着他的脸。
魏无羡注意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后，眸子中的血色也退了许多。他扔下手中的魔刀，便跌跌撞撞跑了过去，将蓝忘机死死拥入怀中。蓝湛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蓝忘机轻拍了拍魏无羡消瘦的后背，道：魏婴，你的剑呢？剑。魏无羡颇为心虚地往后瞄了一眼，那2把怨气化成的双刃安安静静地躺着。蓝忘机抓住魏无羡因为抽筋微微颤抖的手，随便呢。魏无羡眼神飘忽不定，企图找个借口搪塞过去，可蓝忘机哪能如了他的愿？魏无羡越是后退，蓝忘机便步步紧逼。蓝湛，是我不想用剑了，我喜欢用笛子。慌乱间，魏无羡摇着头，随便找了个理由，剑太丑了，耍起来也累，我最不喜欢用剑了。